时隔5年，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再次在城市的上空响起。2019年那场大火烧毁了巴黎圣母院的尖塔，也吞噬了中世纪建造在石头拱顶之上的木质屋顶。随后展开的修复工程历时整整5年，工匠们遵循历史原貌，重新修建了橡木结构的尖塔以及中世纪风格的木质屋顶。2024年12月，巴黎圣母院终于再次向世人敞开大门。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走进巴黎圣母院，参观这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著名哥特式大教堂。巴黎圣母院坐落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中的西堤岛上，塞纳河从教堂两侧缓缓流过，这里是巴黎城市的发源地。早在公元前3世纪，高卢人的部落就已在此定居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巴黎圣母院，交通其实非常方便，可以乘坐 RER B 线或 C 线，在 Saint-Michel Notre-Dame 站下车，或者搭乘地铁4号线，在 City 站下车。步行几分钟，这座宏伟的教堂便会出现在你眼前。圣母院 Notre Dame Cathedral， 法文中的 Notre Dame 意为我们的女士，是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称。现在我们站在巴黎圣母院广场前，眼前所见是教堂的正面，这里是游客的主要入口。西立面由3层结构组成，最下层是3扇宏伟的石头大门，中间层以3扇大窗为主，中央的是哥特式玫瑰玻璃窗，最上层是2座钟楼。3扇大门的中间一座是末日审判门，描绘的是最后的审判。左侧是圣母门，讲述圣母玛利亚的生平。右侧是圣人门，主要展现玛利亚的母亲圣安妮的故事。参观巴黎圣母院是免费的，在2024年底重新开放后，入内参观需要排很长的队。教堂每天早上7点50分开放，如果来得比较早，几乎不需要等待。想要节省排队时间的话，非常推荐一早前来。让我们近距离看看这些石头大门上的雕塑。中央末日审判门的摊楣上，描绘的是最后的审判的情景。耶稣在临世间审判人类的善与恶。这些拱门雕刻就像一部用石头写成的圣经，给中世纪不识字的普通百姓了解圣经故事。走进教堂内部，首先带来的是一种焕然一新的感受。高耸的拱顶之下，几乎看不出大火留下的痕迹。在巴黎圣母院的中心中殿，一排排向上延伸的尖拱形长廊映入眼帘，这是哥特式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。抬头看，你会注意到交叉的石头勒架拱顶，正是这种结构让建筑可以建得更高、更轻，也让墙体不再只是承重结构，而是可以被彩色玻璃所取代。勒架拱顶也是哥特式建筑经典特征。中殿两侧是与之平行的侧廊，方便人流通行，并设有多个小礼拜堂。这是巴黎圣母院尖塔顶端的公基圣物，在2019年的火灾后，它奇迹般在瓦砾中被寻回，状况只有稍微的损坏。公鸡是法国民族与文化的象征，同时在信仰中具有警醒的含义。从中殿回首望去，入口上方是教堂的大管风琴，它在2019年的大火中几乎没有受损。
在本次修复中仅进行了清洁与重新调音。巴黎圣母院的平面结构采用典型的拉丁十字形布局，这是法国哥特式大教堂的代表性设计。来到教堂中央，可以看到横向展开的耳堂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巨大的玫瑰花窗。巴黎圣母院共有3扇大型玫瑰窗，分别位于西南北立面，其中南玫瑰窗规模最大，最为壮观。当光线穿过彩色玻璃，整个教堂内部便被染上流动的色彩。这里是合唱区与主祭坛。你看到的是巴黎圣母院的唱诗班围栏，建于14世纪，位于祭坛周围，用以区分修会与信众区域。围栏上的浮雕完整描绘了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从天使报喜一直到复活与显现。其中最后的晚餐是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。祭坛后方的后殿呈半圆形，外侧环绕着一圈回廊，并向外延伸出多个放射状小礼拜堂。巴黎圣母院祭坛后方的后殿的玻璃窗描绘了先知、使徒等圣经故事。主祭坛另一侧的唱诗班围栏展现了基督复活之后的故事。参观结束，回望教堂，或许真正被修复的不仅是建筑本身，还有我们与传统与经典之间未曾断裂的传承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一期艺术之旅再见。